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乌双方继续边打边谈。此前一天因为技术性问题而暂停的谈判，周二继续。而冲突对欧洲造成的影响远超经济范畴。周一，德国确定要购买35架美国 F-35战斗机，料将成为欧洲军事进程产生结构性改变的标志。俄乌双方周一通过视频进行的第4轮谈判，据称出现了技术性暂停。不过，乌方代表团成员波多利亚克表示，俄乌双方均积极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沟通困难，但仍在继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最快有望在1至2周内签署和平协议，最迟将在5月签署和平协议。他强调，对乌方而言，俄罗斯方面有关领土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乌方已准备好就其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夫科娃表示，在与俄方谈判中，乌方正在获得未来国家安全的保障。截至目前，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周一晚些时候表示，俄乌视频会谈每天都在进行，没有休息日。俄罗斯代表团正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未来。受此消息影响，欧洲股市周一集体大涨，德国股指一度上涨超过2%，欧洲斯托克50指数一度反弹超过2%。从客观上来分析的话，其实俄乌双方面都有加快谈判议程，具体的进展，我认为还是取决于第一是在战场上双方攻守态势的这么一个变化，第二是在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压力和俄罗斯国内是否能维持社会经济的一个稳定状态。对于乌克兰来讲，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大国和农业出口国家，现在也是面临一个春耕的一个关键时期，国际的粮食市场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后果。在俄乌冲突影响下，欧洲军事进程正在发生变化。德国周一表示将购买35架美制 F-35战机，以取代老旧的狂风战斗机。这是自德国总理舒尔茨承诺为应对俄乌冲突而支出1000亿欧元对军队进行升级以来的第一笔大型防务交易。路透社认为，此举似乎是德国安全政策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政策转变还包括承诺国防开支达到北约2%的目标。许多的欧洲国家，它在乌克兰问题，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战略上都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这个也属于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溢出效应。法国和德国于2017年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即法德联合开发战斗机。这款战机计划会在2040年后问世，以取代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的狂风战斗机。2周前，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曾表态支持德国与法国正进行的战机联合计划。因此，路透社特别指出，德国的这一决定也可能令法国感到不安。当地时间周一，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欧盟已决定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的制裁，主要措施包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禁止欧盟企业投资俄罗斯油气行业，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和高级汽车，禁止俄罗斯钢铁出口至欧盟等。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采取的第4轮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还将寻求停止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就会知道欧盟是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上的一个最大的伙伴。与之前欧盟所发布的旧的制裁来讲，那么新一轮制裁呢，是一个由点到面、层层加码，针对于这个俄欧贸易投资来讲，尤其是对于油气行业和钢铁行业是一个精准的打击，直切要害。但俄乌冲突正对欧洲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广泛制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奥尔基耶娃就警告，制裁限制了俄获取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意味着俄方可能违约。他同时指出2个重大后果：一是制裁已对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将在2022年引发一场深度衰退；二是目前的状况将对依赖俄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重大溢出效应。俄乌冲突发生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广泛制裁，但喊痛的却是欧洲。一些欧元区国家通胀率或将升至7%，能源价格飙升，取暖和供电成了奢品，开车族加油费猛涨，菜籽油、面包等日常食物也更贵了。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和全体西方国家必须重新考虑对莫斯科的态度，并意识到对俄经济采取了仓促和不协调的行动。文章认为，美西方很少考虑到其合法性、逻辑性，甚至是战略后果。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还将面临中东问题、粮食危机、难民潮加剧等可能导致全球体系崩溃的次生后果。此外，西方企业几乎没有为重返俄市场留下任何后路，这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按照乌方消息，俄乌有望2周内签署和平协议，最迟将在5月签署和平协议。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持审慎乐观。刚过去的2周鏖战，俄军没能闪电取胜，乌军呢也受到了严重消耗。双方实际借谈判的短暂喘息，寻求补给。俄军过去1周已把更多的义务兵甚至预备役派过去了，而他们曾被承诺不出境作战，说明俄罗斯原有的合同兵已力有未逮，不得不追加投入。若短期内没有决定性战果，无论和谈还是国内政治都很不利。再看乌军呢，继国内动员，启动领土防御体制，给老百姓发枪，要求人质为战，到今天正招募更多的海外乌克兰公民和外籍雇佣兵参战，说明他们也为最后的抵抗寻找一切兵源。换言之，哪怕谈判下一秒就要签字，若前一秒战场反转，优势一方也会全盘推翻，抬高筹码。这在之前的3轮谈判中已经反复了多次。我个人看法，俄乌战事接下去的几天仍将围绕乌克兰的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的争夺展开，因为这2个重镇早已孤悬在俄军腹地，俄军围住的又是乌军最精锐的92、28、53旅，还有俄方恨之入骨的国民禁卫军亚速团。这些有生力量一天不灭，俄方所说的乌克兰非军事化，也就利沃夫的外籍士兵中计。其实他的焦点仍集中在东部。莫斯科当前的阶段性目标无疑是吃掉乌军主力，然后胜而议和。总之，要得到谈判桌上信得过的东西，战场上的较量是不能少的。有学者认为，结合俄乌实力和2国战争意志来看，这场浩劫后的乌克兰很可能巴尔干化，也就是不战不和的火药桶。您对此又怎么看呢？早在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就提出了乌克兰东部、东南部16个俄罗斯族聚居区的分离问题。今天，乌克兰亲俄和反俄两派已然分道扬镳，这确实带来了巴尔干式的结构性暴力格局。从我的观察，乌克兰更有可能出现1974年的塞浦路斯范式，也就是该国的俄罗斯族聚居区的克里米亚、顿巴斯等地分离，并得到俄武装力量保证，但西方阵营继续坚持基辅中央政府为乌克兰唯一合法代表与主权完整，变成了名不副实的状况，就跟74年因为战争分裂至今的塞浦路斯一样。我个人的看法，这次冲突大概率以停火和以最后战线分界的方式实现乌克兰的和平，但如何结束结构性暴力，彻底消除新的欧洲火药桶，才更值得思考。一句话，俄罗斯、乌克兰还有所有国家都要明白，突破底线，以零和竞争把一国逼到死胡同，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俄乌冲突如此，巴以矛盾如此，朝鲜半岛核问题亦如此。就像已故的瑞典首相帕尔梅说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关心邻国的安全，那么这个国家自己也不会是安全的。主持人，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